3月16日的时候，有一个只有业内人才知道的展览落下了帷幕，而这个展和接下来即将上映的一部电影是有相关性的。你跟我说了以后，我突然想到说，哎，这个人好像最近，包括前几年也有跟迪士尼合作。看了他的预告片以后，一直困扰我很久的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他的服装设计跟之前的同一双手出来的那个服装设计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好高兴你提出这件事情，因为这正是我想在我们本期影片最后要揭秘的故事，因为这也是我想不通的事情。哦，真的吗？那对，就是你是去之前想不通，然后你去了以后你解开了。不，我是去完了之嗯后，我有非常多的谜团。我可以讲这件事情嗯。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悬案。那么话不多说，向我们的观众正式介绍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大人物，Sandy Powell。当我踏进那个展了之后，我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当时是被震撼到了。Sandy Powell 这个大人物，可能我们的观众其实没有太听过他的名字。如果说大家一旦看了他的作品集的话，你就会知道啊，原来是那么重头的一个电影服装设计圈那么厉害的一个人物。首先，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他到底跟哪些电影合作过。这个比较重要。他在93年的时候，Orlando 提名，然后嗯，97年又有一部提名，然后98年的时候，他同时有2部电影提名，一部是叫《Velvet Goldmine》，然后我去嗯，查了一下，我有点天鹅震惊。绒金矿，对不对？对它，震惊吧？它里面，你知道我震惊的点是什么吗？是因为它的主角是都铎王朝的那个演亨利八世的那个演员，啊？就是哦，那位男士，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然后主演还是那个伊万麦克格雷格，对，反正就是都是很厉害的演员。但是这一部他没有得奖，他被提名了。然后另外一部是《莎翁情史》，他嗯，得奖了。然后他是因为这一部好像得奖了以后，他就整个就是彻底进军好莱坞，从此以后就跟 Martin Scorsese 也好，跟很多有名的那个像什么凯特布莱切特啊、Tilda Swinton、Leonardo DiCaprio，就是他们这种一线、超一线的演员对，就开始超一有了线的导演很频跟演员。繁的合作。对对对。对，而且那也是他第一次双体。对，没错，他不仅仅有这一次双体，他有好几次双体，我真的有点吓到，就是这个人实在是好莱坞所有的同行都是望尘莫及的那种水平。就是他现在是有过3次双体，然后拿了3次奥斯拿了卡。3次，所以真的很顶尖。所以那这里其实就要提一下，服装设计师其实跟演员一样，他基本上是类似于最早拿到剧本的那一批人的其中之一。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在导演、编剧、演员定下来了之后，一旦立项，剧本他就要拿到。原因是因为他要跟演员一样，是要去一起去分析剧本的，然后他要了解角色的想法、背景。甚至他的经济水平、时尚 sense，因为这些东西他都可以从他的服装里面体现出来。他其实好几段采访里面他都有说，就是其实他一说，我才突然意识到，服装设计对于一部电影的完成度是那么的重要。其实就很像是一个项目立项了以后，导演说我对于这一段我想要一个什么样感觉的一个场景，那导演肯定有他自己画的分镜嘛，对吧？那分镜拿出来了之后，摄影就要开始看说你要的这个地方，哎，我到时候怎么打光 ，production design，我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搭，我用什么颜色的油漆，然后假设你这个戏是一个1980年代的，或者说是13世纪的，那我怎么样去造那些家具，或者说柜子，对，我或者说是取景在摆设？哪里，然后对对对具体的一对对。些软装是什么样子的。哎，没错。其实这里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你听下来了之后，服装设计跟 production design 最大的区别是那个服装设计其实要去对演员的。我相信你也已经看到了，Sandy Powell 在不断的提到说，他们这个角色一出现就必须得立即赢得演员的信任，越快越好。而且他说他觉得他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或者说是对他工作最有帮助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和演员交流。我确实觉得，就是电影最初期就去塑造这个角色嘛，但对于对，演员来说，其实他们之间的那个交流肯定是怎么说很私密的，因为你比如说这个衣服我想怎么做，包括可能甚至女演员可能会说啊，我的这个，比如说在古装剧里面，她说我的这个 corset 叫什么束胸，
很紧或者很没错，怎么样，就是这种其实都是很私人的一些对话，所以我感觉其实他跟这些演员合作下来的形成的一个感情应该就是蛮真的，不会说是很流于表面的一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你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你穿着戏服可能一天要穿8个小时、12个小时，而这个衣服如果不舒服的话，其实很折磨人。那导演可能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能把整个电影的质感、风格拉高一层。《沙翁情史》那个衣服我真的很震撼，我亲眼见到的时候，非常讲究，每个角色的塑造他都放了很多心思在里面。就是比如说莎士比亚本人，他其实从头到尾他就基本上就只有那一套衣服，就其实很符合他一个类似于像那种他当时还只是一个落魄的街头写剧本的一个毛头小子的一个形象。但是你换到那个伊丽莎白的话，他真的每一次出场他的那个行头都是非常震撼的，其实很符合当时的历史人物的历史背景吧。就是对你刚刚说到你觉得他是从很多的油画就是他们宫殿，比如说什么 Kensington 啊，然后还有就是肖像画，他倒真的没有说他会怎么去获得，从哪一个渠道去获得灵感。那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只有在展览那天的纪录片里才提到的东西。它其实根本获得灵感的方式是从布料 fabric。哦，布料。对，原因是因为当你在拍历史剧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的布料到现在根本没有。比如那个时代会有着更好的棉花，那个时代会有着更细的线。其实你要去复原那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画草图的时候，它的确像你说的一样，它是从油画、宫殿，甚至杂志帮助它完成一个人物形象建立。但是真正到说你实施的过程当中，对他来讲最难的那一趴其实是在挑选布料。在那个展的现场的时候，其实他每一部剧里边，它是有一个文件夹，很厚很厚的文件夹，这个很厚的文件夹里边就夹着各式各样的布料。比如像莱昂纳多那一套衣服，他那一页可能就夹了7、8块很小的，大概只有巴掌大的布料。设计或许对他来说不是最难的一部分，但是到生产的那一部分才是最难的。对，我也想说，我听过他说的一个就是小的一个 episode，就是他说对他来说，他团队最重要的其中之一就是他的那个买手。没错，他说有那么一件事情，就是初期搞那个纽约黑帮的服装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说他的买手拎了一个军队用的帐篷进来，他好像问他你完成我要你完成的事情了吗？他的买手就说我没有，但是你看看这个帐篷，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帐篷来做点什么？然后他说我后来就把这个帐篷做成了其中的一套大衣，好像给詹尼尔·刘易斯的。到最后了，你其实已经找不到那个年代，然后那么粗糙的一个布料和材质的过程当中，没关系，我们什么布料都能用。诶，你刚不是说你还想聊那个吗？就是伊丽莎白的衣服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哦，好，那现在补充一下，就是我其实看了有一部纪录片，它是专门讲那个王室的衣橱的，然后它其实开头它就讲的是为什么伊丽莎白，就是她在很多肖像画当中，你但凡你现在去查她的历史上的一些肖像画，它都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大领子，不管是什么形状，然后还有就是很宽的肩膀，对吧？它的那个袖筒甚至有点像胡萝卜形状，就是上面很宽，然后下面才慢慢细下来，然后又是大裙摆，它前面有一个胸片就是三角形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之前聊的那个节目里面，我们也有讲过，她其实是安柏林的女儿嘛。她虽然不是第一个女王，但是她是开创了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女王。那在她继承了她姐姐玛丽女王的位置以后，她其实是自己是有担忧的。首先一点，她的父亲是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一个非常健壮、非常高大、非常伟岸的一个形象。不管说他中年后来发福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一开始给人的形象就是非常健美，然后非常高大，然后又是一个男性。而且当时在那个都铎时代，英国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男性的穿着方式，就是他们非常突出男性的下半身，包括男性的啤酒肚，就是会在肚子这边营造出一个弧线，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有肚子的。在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以后，他很担心说，我作为一个女性，首先我形象上面我没有男性那么的健壮，其次我没有人家印象当中男性的君王那么胜任，所以他需要做的就是他要把自己的形象，就是视觉上面我就要做的大，越大越好，所以他才
给自己设计了很大的领子，然后是很大的袖筒，很大的裙摆，然后她会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肖像画里的自己的那个裙装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视觉上的隐喻，视觉上的象征。比如说她会在自己的身上绣上蛇，或者说在自己的身上绣上眼睛，绣上耳朵，就表明说我是可以听到很多看到很多，我是全知全能的一个君王。那蛇就是其实是代表的智慧嘛，非常明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是将来你们需要去尊重、去爱戴、去崇拜的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伟大的君主。所以为什么可能就是比较符合历史史实的那个伊丽莎白形象，或者她的服装设计都是这种样子。的确，你刚讲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套衣服上它的最后那个裙摆的部分的确是有眼睛，其实蛮有威慑力的，就是洞察世事、洞察万物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对，然后你同时有蛇的话，其实会有 witty 的，就是邪恶的一种感觉。但是当这几件东西、这几个元素加到一个女皇的身上，你其实它带来的并不是邪恶，而是绝对的威严跟绝对的不可侵犯、不可冒犯、不可推倒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权力感。其实《莎翁情事》里面，格温尼斯派特洛他有一件衣服是，好像是他在跟那个 Lord Wessex 订婚以后，他们要去觐见女王，然后他穿了一套衣服，是后面有一个大领子，有一个透明的领撑的，那个绝对其实是伊丽莎白女王她会穿的那个式样，就是除了她自己的衣服会设计的很大，她会给自己披上更加大，使自己显得更加伟岸的那种透明的纱，就是好像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是更加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近距离看了那几套衣服以后，我发现它上面其实有镶了很多很小的石头或者是珍珠。对对对，这个其实他也有说到，就是都铎时代的女性，她们的衣服其实前面那块板，那块三角的板，它就是专门提供给，我觉得它有一点像那种展示板，就是如果说我有任何珠宝，我就镶在这块板子上面，因为这块板子跟它其他的衣服其实是分开的。是这样吗？相当于我觉得是就跟现在男性会用手表或者女性会用珠宝，那这块板子就是女性展示她们珠宝的一个场景。怪不得呢，因为有一套衣服，我有在认认真真的数它的珍珠最后用了多少颗，还有它袖子上用了多少颗。对，我补充一句，就是我忘了一个元素，就是珍珠，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她非常喜欢用珍珠点缀自己。为什么？因为珍珠它一是象征着智慧，二是象征着纯洁，因为她是童贞女王嘛，所以她要给大家表达说，我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我作为一个君主，我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好，你看，光是这套衣服，我们就看胸部跟手部这几个地方哦，它这个袖子上面其实是有类似一个个的圆环，它每一个圆环大概有20到22颗珍珠，一只袖子就有5个圆环，我看到了。对，所以也就是说，光是一只袖子，大概就100多颗珍珠。我的猜想啊，就是如果说在他的那个历史片，或者说他的时代片里面有伊丽莎白的角色的话，我感觉应该每一次他的衣服都是成本最高的吧，或者说是制作工期应该是相对比较长的。然后你中间你刚说的那个三角板的部分，它这一块光是宝石大概是我数下来好像是14颗，然后每一颗又被8颗珍珠包裹。我看一下啊，对对对，差不多是8颗。然后它后面脖子的那一部分也有石头跟珍珠，再加上那些最高端的刺绣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金箔，就是金属块，因为宝石它是镶在一些类似金属上的一些东西。对这套印象不太深，就是正当中那一件我有印象的，然后旁边那件金黄色的，应该就是格温尼斯派特洛穿的那一件，但是这一件其实式样你就可以看得出，其实很接近伊丽莎白女皇的那个样式。Ronit 那一套相对来说，它是刺绣跟褶皱很多，它没有太多的珠宝，可能就凸显出这个角色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青春跟少女的一种气质对，感。而且又是鹅黄色、金黄色的一个搭配。我在现场看的时候，我完完全全能看出来说整个角色的不同，以及我满脑子都是想这一套衣服得值多少钱啊，得多少人来制作呀？对，就是满满的财富啊。然后再联想到这可是18、19世纪的英国呀，你们当时到底掠夺了多少东西啊？你们当时富可敌国。在那个年代，其实伊丽莎白她有自己专属的一整个 block， 就是那边有一整幢楼是给她储存她所有的衣服。她说那个时候应该她有1000多件这样子的衣服，然后她甚至有专人是专门帮她保管暖手套或者是暖手桶的，就是她
不一样的衣服，它甚至有不一样的官员来帮他保存。那条街好像他说现在在伦敦是直接叫 Wardrobe Place 衣橱街，还是叫衣橱什么的。然后后来好像是着火了还是什么，就给烧了。那么多珠宝，那么多丝绸。对啊，所以你想多奢侈啊！它光是这一件的造价就得多少钱？然后它有1000多件。对，我们看的还只是一个电影为了塑造人物的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而且你看哦，这3套裙装的最右边不是有2套男士的衣服吗？他说他当时为什么会让莎士比亚，就是莎士比亚的衣服是里面那个衬衫是非常，他没有扣得很好，然后他衬衫那个领子是打开的。他说我当时想的就是，如果这个人物是现代的一个人，他穿的可能是什么？可能就很简单的牛仔裤或者是 T 恤衫。所以他说我就把它转换成在都铎时代当时可能是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设计成了这个样子。他的思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柏林家的那套，因为基于你已经跟我讲过 Six 的故事了，然后我也看过。我在走向这4套服装的时候，你知道娜塔莉波特曼的那个脸就立即浮现在我眼前，我当时也就觉得说，哇，这是多么成功的一个角色塑造啊！而且我后来又重新拉了一遍，我确实发现什么叫服装塑造角色，就是她在整个片子当中，像 Mary 她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暖色调或者说是大地色调的，但是安柏林她尤其明显，就是去了法国以后重新回来，在那个亨利八世面前出现的时候，她那套衣服的绿色特别，就是因为她整个片子滤镜或者说她那个调色其实是比较泛黄的那种感觉，但是他那套衣服就是在这个泛黄的整个的那个色调当中特别的显眼。可能安柏林从这一刻开始，就是怎么说，我就已经不是熹妃回宫吗？对，我现在是钮钴禄柏林了。钮钴禄。然后后期其实他也有很多衣服是蓝绿色调的。对，然后这套的花基本上你看这样子一路升上去，他这套衣服头饰啊，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头饰应该是他至少是已经跟亨利八世建立了一定的亲密关系以后才穿的衣服，甚至于可能是已经就是差不多是准皇后了以后才会有这一套衣服。整个的从下到上的一整条的这个刺绣，应该也是彰显了她的这种地位吧。这个刺绣真的非常漂亮。你看颜色，其实除了那个白色的那种淡淡的有一点反光，然后还有一点更偏那种柠檬黄一点，还有更深黄一点，就是偏大地，你说的大地色，偏红一点的。我有点好奇，它这个是手工的还是什么？还是说是至少裙摆是一整片布料？它这个造价真的是对，然后胸前那块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镶钻石了，但是早期的时候他们年轻时候的时候是没有的。对，看的时候就觉得有钱就是什么，有钱就把珠宝挂身上。是啊，因为当时的人贵族他们又没有游艇，又没有飞机的。要么就是置业，对不对？买很多的城堡，买城堡，然后挂珠宝。现在讲什么？现在我有钱哦，我有加密货币。它那个像披风的那个，我有点看不懂。披风的袖子这一块，然后搭在肩上，这个算类似披肩还是怎么样？它应该就是2段式的那个袖子，就是它外面加的那个袖套是垂下，就是2个大的袖筒，然后里面是小的窄的袖子。应该其实它这个至少也是2片式的，就是橄榄绿的部分跟前面的部分应该也是分开的。然后你看橄榄绿的部分，其实它有点是非常丝滑的，有点像丝绒那种，所以它有天鹅绒，对，我觉得很好看，我很喜欢它这个料子，很好看。对，然后袖套那一部分更光滑一点，觉得三体真的是一个布料高手，他完全可以通过布料来呈现出很多的。一到现场，灯光是一打光，然后摄影师再架好摄影机，整个角色质感就立即往上蹭的涨。而且他永远都得更新自己对材料、对布料的一个知识库。如果说这个布料没有办法呈现他所想要呈现的一个剪裁或者一个曲线的话，他肯定就要重新找不一样的材料。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彻底的去掌握、彻底的去 master 这个知识，要不然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就发挥不出来。你看像左边亨巴的这一套，它上身的那个衣服其实是有点哑光色的，其实就是有一种表面看上去好像低调，但其实是内在的奢华。而且它这个配色真的也很好看。对，它的皮鞋其实蛮值得关注的，就是因为男性角色的服装肯定比不上女性角色在电影里面的可能变化多。
所以他们其实更多真的强调一个质感性，一个是材料，一个是型，我觉得。你看他那排扣子也是，对，就是上衣要非常的贴身。欧洲贵族的气质，它一定是挺直胸版的。而且我觉得他的帽子，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浮夸的一个形状。哎，你觉得是浮夸的吗？穗嘛，它有一个穗子垂下来，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一般的贵族可能不会穿的那么的。哦，这倒是。如果你说帽子来讲的话，后面它还有穗的，还有镶多珠宝的话，贵族这个实在太显眼了。对啊，谁会在自己帽檐上面都镶满这种东西啊？对，这的确是君王的气。你型已经很夸张，然后你用料也是非常高调，就是毫无保留的在展示自己的财富。哦，鸵鸟毛。哦，它这个珍珠是灰色。哦，对，你想，如果它是完全的白珍珠，其实对男士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就可能有点太少女气质了，所以他用的是灰珍珠。是。然后 amber stone 是什么？琥珀石。肯定比如说琥珀啊、红宝石啊、蓝宝石啊，那当时那种肯定都是实打实的，我感觉可能都是从什么殖民地挖出来，然后或者什么印度国王的珠宝，然后被他们挖到那个英国，然后重新打造啊什么的。这个我印象里面好像他们王冠上面是有这种珠宝的。宠儿是非常风格化的一部电影，非常 interesting。安妮女王旁边有2个党派，一个党派就是Sarah Churchill 的老公，他是负责去帮安妮女王打法国的，他是托利党的。另外一边的那个妮子演的那个，他叫哈利其实是辉格党的。当时其实托利党和辉格党在安妮女王的治下其实是斗争的最厉害的，但是安妮女王作为当时的君主，她想方设法最终就是让两党，就是他在这2党当中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制衡，在他的治下，他促成了苏格兰国会和英格兰国会的合并，其实相当于是如今的这个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这个雏形。就是如果说苏格兰跟英格兰这个国会不合并的话，是不会有现在的 UK 的，就是 United Kingdom。所以其实安妮女王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君主。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把她展现的好像软弱无能，但她其实她又何尝不是一种权衡呢？对，所以为什么这一部片大火了以后，才会有我后来看的那个纪录片，是有一点点想帮安妮女王证明的，因为她前任是她姐姐和她姐夫2个人共治，所以其实她当时也是顶了蛮多压力的。其实《宠儿》这部片子跟Sandy 参与的另外一部片子《玛丽波平归来》几乎是同时的，所以当时 Sandy 基本上脑子里面同时想2部电影的风格，一部是中世纪时候英国皇家的风格，然后另外一个1950几年、1960几年的美国的这种迪恩尼的欢乐歌舞片，也是同年2部提名，是不是？对，然后自己在自打自己，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然后宠儿这边呢，几乎是单色调，他在这边他的小分队大概是15个人左右，然后玛丽波平这边是全彩色，做了大概8、9个月，然后50个人。哦，你是说玛丽波平比那个宠儿要多那么多人啊？对，毕竟金主是那谁迪恩尼，而且因为他是歌舞片，那确实，所以你想他的群演的人数也在那增加，光是群演，然后还有歌舞片，然后你还得保证他们跳舞的时候裤子不会被扯开。对，功能性上面来说还要更加的需要考虑。就是我刚才不是提到那个辉格党和托利党嘛，其实这也是他设计的时候考量的一个因素，就是导演他们最初接洽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导演，他说我就知道这部片子我的设计风格不可能是完完全全按照史实来的，他说我肯定会有很多艺术加工在里面。对，然后他说那个他们跟导演商量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只用黑白2色，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的感觉就像是把这一群所有的人物都放在棋盘上面，就是他们象征着各色各样的棋盘上面的棋子。哦，那真的很高级。对，他说辉格党和托利党他们又各自穿的是蓝色和红色，就红色就是象征的托利党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辉格党他们穿的是那个蓝色主色，然后象征的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因为他们后面是自由党嘛。然后2派的那个假发也是不一样的，一方是白色，一方是黑色，所以其实它所有的颜色都在做一个身份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他还聊到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材质的问题，他说我在这部片子里面用的材质也
全都不是传统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你拍的那个就是 Emma Stone 她穿的这个女仆的衣服，她甚至用的是牛仔的，就是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他说导演跟他说，你需要还原或者说你需要去考究的只有一点，就是他说是人物的形吧，就算他说是 silhouette， 然后其他他说材质方面和那个颜色方面你去创新好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个 Rachel 她穿的一套，我记得应该是她跟那个 Emma Stone 两个人在打猎，或者说是在射击那个野鸭子还是什么的，她穿了一套很像男装的那个衣服。没错，那套衣服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对吧？非常深刻。但是那套衣服很明显是当时女性几乎不会穿的款式，那个完全是男性穿的款式。对，所以这个也是 Sarah Churchill 在当时女王的后宫里面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嘛。所以其实也有一点点象征，就是她是这边的话事人。听你讲完这些，我再次看，包括布展3D，他把女王放在最前面，后边那一件是 Emma Stone 那个角色，然后左边则是 Rachel Weisz 那套角色，的确有很明显的一个黑白感。然后本身女王自己也是黑白两色。你刚刚说到牛仔的那个布料，就我现在看到了，太震惊了，我都没有意识到它是牛仔的。我也没有意识到，他不说的话，我完全没有想说，哦，这个蓝竟然是蓝色的。对，就是完全是牛仔的一个材质和颜色，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距离这套衣服还是有点距离，可能有一个大概2米左右，我没有办法真的是很近的能看到它的那个材质纹路。女王那套倒是很明显，然后还有 Rachel Weisz 穿的有一套很明显的皮质的那种暗纹啊，对，他说有用到皮。然后我印象里面，她女王还有哪一套衣服是她去宴会上面的衣服还是什么？上面甚至是有铆钉的，就是非常的好金属。对，它是那个古代的形制，但是它是完全是现代朋克的那个材料，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你这个照片我看了，就是它这个布展这个位置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就是 Emma Stone 她从最后面的那个女仆。对，最早的小女仆，然后前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好像进宫小姐偏贵族那个时候，对，然后再往前应该是她地位最高时，她穿白色了，就是白色其实是这边里面代表着最高贵的地位的一个颜色。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在当中 C 位的女王，她反而让她展示的是她的这套，其实是有点像她在寝宫里面跟小兔子玩的时候穿的那种睡衣。对不对？对，而且这套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像是比较粗糙的毛毛的，所以可能其实这套相反展现出来女王的内心本身是有一点邋遢，或者说她一定不是整洁，一定不是干净，而是不由自主。对，可能这个是她真正的她内心的自己，就是她想要完完全全把自己，好像历史上安妮女王是非常内向的一个人，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会导致就是她身边的闺蜜会有那么大的权利，她不喜欢接触别人，她不喜欢穿得很正式的去接见很多朝臣啊大使啊这，她就想窝在自己的寝室里面寝宫里面。而且这套你不会觉得她旧的吗？所以这代表了其实安妮女王本身也有恋旧，就是放不下过去。她肯定是一个放不下过去的人，就故意做旧，然后故意让人觉得就是说她的邋遢，她是源于她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很多很多年，她不修边幅。对，那个剧里面不是她有一次就是她走到那个 Sarah 面前，她说你看那个他们新给我化的妆，然后那个 Sarah 就很不客气的说，她说你看起来像个獾，她说Badger 就是那个叫啥呀？不是黄鼠狼，但是是鼬还是獾？反正他说你看起来像个那种黑眼，就是你黑眼圈太丑了。那个女王一开始还特别委屈，她说你怎么这样说我？然后 Sarah 就拿了一面镜子说你自己看看，你说你自己像什么？她说我像个獾。然后她就灰溜溜的又回去重新把这个妆又好像改掉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可怜啊，好可怜的一位女性。然后你现在再看呢，女王后面左边的 Rachel Weisz 那套和右边 Emma Stone 那套，他们俩都已经有了头饰。然后 Rachel Weisz 那套她的珍珠是白珍珠，Emma Stone 这边则是灰珍珠。对，其实也是一种，他们俩就是显示出他俩不同的立场，我觉得。对，然后 Rachel 这边是网格，但是 Emma Stone 这边则是条纹。哇，真的好精彩，越看越有劲头啊！真的。对，在女王这件事上面，他俩也是针锋相对的嘛，所以肯定要有一个反差色。这个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完全反映在他们的服装设计上面了。
哎呀，可惜展没了。我们俩今天聊完，我真的好想再去看一遍，再回去看一次。对，就是你现在包括真的很有宠意思。儿的这套，刚刚你不是提到了吗？导演就说了，除了形象以外，其他你自由发挥。所以几套可以看出来是Sandy艺术家气质最浓的，从材质到暗喻，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就真的有点像在看棋盘上的一些，就是它有点脸谱化的那种感觉。你完全在好像看两帮人在棋盘上面互相厮杀的感觉。然后那个 Rachel 威兹那一套就是比较偏男士的，就是打猎的那一套，我们现在照片上看不出来，但是我凑近了看，可以能看到它的侧面还是有一些装饰。但是像刚才就是另一个柏林家的女孩的那一套很巴的那个鞋子，其实没有侧面的装饰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心思还是有。哪怕它是看上去像是男士的一个服饰，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巧思在上面。对，他帽子，包括他帽子也是，完全就是那种上战场的那种将领会穿的那种帽子。对，但是这个帽子你看它镶边的部分还是有着它特有的网格，很漂亮的畸形图。我还蛮喜欢安妮女王这套睡衣的，看起来很舒服。你的重点。对，很适合宅在家里面穿，很保暖。它还有很多兔子在历史上面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我一定要强调，不要把安妮女王看成那么没有用的一个老宅女。我很喜欢 Rachel 威兹打猎的这一套，我非常喜欢她的那种网格的装饰，然后内在是皮质的暗纹，我好喜欢这种暗纹闷骚。你看到了没有？我们俩性格差异出来了。你就想穿安妮女王那套，因为输。对，女王的她那套衣服，它其实外面应该是就是天鹅绒质，但是它那个衬里，你看它翻出来的地方，其实是有点像那种厚毛毯或者厚毛巾一样，真的就是很舒服的。就这两套衣服单独拎出来看的话，第一反应应该是 Rachel 威兹那个角色地位要比女王高很多。对，所以就是我说为什么 C 位反而是这样子一套简简单单的一套睡衣，就很有意思。这部电影很有趣的是，写这部影片的剧本的人竟然是 Julian Fellows。 他是谁呢？他就是写《唐顿庄园》剧本的那个人啊。对，也是大牌。所以就是他写了这部不久之后，他又去写《唐顿庄园》了。我看了以后，我就 get 到说，哦，确实，因为我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他写维多利亚和那个阿尔伯特亲王之间的那个感情的这个推进啊，这种就真的很让我联想到那个《唐顿庄园》里面 Lady Mary 和大表哥两个人他们的那个发展的那路线，就是慢慢的、淡淡的，但是到最后又有一个爆发点的这种感觉，就很感人。这套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其实就在看它，就是细节上有很多的碎钻、小宝石，对，很好看。这套的我不晓得这套 Young Victoria 跟刚才说的《莎翁情史》真实人物是同一时代吗？我来给你背一下吧，就是我们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伊丽莎白一世她之后的继承人是詹姆斯一世，然后是查理一世，然后查理一世经历了光荣革命以后，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11年以后才又回归到复辟了那个斯图亚特王朝，然后他的继承人詹姆斯二世又出问题，被他的女婿和女儿，其实就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他又被推翻了以后，他的2个女儿，然后他的女婿都背叛了他，然后就是那个安妮的姐姐玛丽女王和威廉亲王，他们2个共同治国，大概10几年以后又换成了安妮女王，所以这当中她跟伊丽莎白一世大概是差了100年左右。然后安妮女王之后，安妮女王没有小孩，她所有的孩子都死了，她为了维持新教的君主地位，她把她的皇位传给了远亲，一个在德国姓汉诺威的男子，这个人远赴英国继承了王位，开启了汉诺威王朝，然后他是乔治一世，然后乔治一世开始就是乔治1、2、3、4，然后是威廉4世。乔治4世呢，本来是有一个非常有望的继承人叫夏洛特公主，结果夏洛特公主没有想到英年早逝了，结果就变成乔治4世、威廉4世，他们是兄弟嘛，他们有一个弟弟是爱德华王子，然后爱德华王子的女儿就是维多利亚，然后维多利亚就变成了这么多男性君王之后的唯一的女性继承人。
之后就是他的叔叔是乔治四世还在位的时候，他非常努力的要活到维多利亚18岁成年，是因为就是这个影片里面也有反映，就是维多利亚的母亲和他身边的一个什么官员，就是他俩非常的有野心，就是想通过维多利亚来，其实像有一点像垂帘听政或者摄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乔治四世他的叔叔就非常不满他的母亲的这种做法，所以他想方设法的想要活到能够自己把王位亲自传给维多利亚。然后维多利亚对，然后维多利亚就在成年以后大概也就几个月吧，他叔叔就去世了，然后18岁多一点点的维多利亚，他就继承了这个王位以后，他终于可以摆脱他母亲的控制，他才成为就是慢慢在阿尔伯特亲王跟他的就是两个人惺惺相惜，然后书信来往的那个过程当中，他慢慢成长起来，成为了新的一代女王。我有2个疑问，首先你是如何把这些东西给背下来的？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我是考试型人才，大概就是再过个大概几天，我把这些东西我就会又忘掉了。谢谢你为本期节目做出的努力。我对英国王室的八卦特别感兴趣，就跟我跟你讲那个亨利八世6个老婆一样，但是我是属于那种讲完以后啊，我的兴趣过去了，然后我的记忆也消失了这种。哎，我懂，就像我一天到晚对好莱坞的八卦特别感兴趣。对，每天都在跟你吃。对，然后我当时查，就是我会就是查了以后，我就查他们的家庭树是什么样啊？原来这个人跟这个人是亲戚，原来那个人跟这个人是有血缘关系的，就一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其实历史上是有2位伊丽莎白一世跟我们共处过同一个世界的伊丽莎白2世，但是英国历史上只有唯一一位维多利亚女王 Victoria。 对，好，就是这一位。那么我现在跟你插播一句好莱坞八卦，这是 Emily Blunt 第一次跟 Sandy 的合作。我当时我也很惊讶，我想说我怎么没有看过，就是我完全没有听说过 Emily Blunt 有演过。她在我眼里第一次出现是那个Devil Wears Prada 的哎，我就知道。对，没错。对，这一部我不知道是跟她早还是比她早还是晚。这一部是2009年吧。在玛丽波宾归来，就是2018年的迪士尼，这是他们俩第2次合作。我感觉他合作过的女演员在采访里面基本上都是对他称赞有加，就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都是真的，就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本人也有很有意思，然后在工作成绩上面也非常成就斐然的一个设计师。对，因为你知道其实男演员可能稍微好一点，男演员没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但女演员按照他们的说法，很多时候是你真的是需要 naked 的，你在试衣服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得裸着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你跟这个服装设计师之间必须要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要有非常私密的交流。对，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他帮你调，但是他调了之后他还得关注到说你的衣服在镜头前面好不好看。所以这里又要插一句，就是曾经有人比较刻板印象的去问Sandy说，是不是女演员比男演员难搞，就是在服装这一块。然后他说不是，其实都一样，甚至男演员其实比你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在意自己的appearance 在镜头前面。然后他甚至用了虚荣这个词，他说每个人都很虚荣，我也很虚荣啊。在拍飞行者的时候就霍华德休斯那个里奥纳多演的那个传记片，我不晓得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啊，但是里奥纳多说他至少跟 Sandy 开过会至少有上千次，可能不断的试衣服，不断的调整，因为那部片子里面他的衣服也一直在换。那很有意思哎，就是因为我的感觉里面，因为女性的衣服从内到外肯定要更加复杂一点嘛。我确实还蛮惊讶说不过可能也是因为她是巨星嘛，她肯定对自己的外表或者说是呈现在镜头前面的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视的。对，我们来看一下飞行家的衣服。飞行家的衣服在这次展览当中其实不算多，就展了3件。所以它这个是算是什么1920年代之类的吗？对，1920年代的这部片子，因为是霍华德休斯的传记片，然后霍华德休斯跟很多好莱坞的女明星当时也有过一些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所以的话，部片子其实难点没有像中世纪那几套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参考的资料肯定会多很多。Sandy就说他在做这部片子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尤其女明星的衣服很好翻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 blog 可以去参考。
是的，是的。但是重点在于哪里？重点在于当时的很多照片都是黑白照片，你可以看出形，哦，所以看出很多的 色彩它要自 logo。己发挥是吗？对对对，色彩你就得自己来找，哦难度在这里。哦，然后尤其是女装还好，因为女装就像我刚才说的，你 Vogue 上你怎么样都会有记录，但是男装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的明显，就是没有专门的男装男性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相对比较，对，就他没有那么多的资料可以去找，他没有像 Vogue 一样的对比 GQ 这样的杂志去参考的情况之下，然后再加上霍华德休斯照片全部都是黑白的，是的，所以的话材质这一块他就得完全发挥想象力，再加上他又是一个传记片的一个电影，比如那个时候雷奥纳多他有身穿一个类似皮夹克一样的，就是他第一次飞行的那种状态，他就需要体现出他比较精神，但是到了后期之后，逐渐的霍华德休斯整个的精神状态也呈现出越来越邋遢，他不会把他的财富体现到他自己服装上，所以这就是中间的他的这一套，他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松松垮垮了，没有那么修身了。对，看上去好像很比较休闲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然后甚至鞋子他那时候也不穿小皮鞋了，他就穿着白球鞋。对，我就想说他这个皮鞋，我想说是原本的电影里面的搭配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借了衣服，但是没有借鞋子？我刚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电影里面那个时候，霍华德休斯的状态已经有一点就是强烈的洁癖，然后甚至害怕外界的追逐吧，目光的追逐，有点类似那种状态。所以第一眼看上去了之后，好像会觉得女装是要关注的，但是其实男装才是真正的这三套里面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它放在中间。我刚才想问，就是这两套衣服是给同一个女演员穿的吗？不是，右边这套是给凯特·布兰切特，她在里面演的角色是那个凯瑟琳·赫本。OK，然后左边那一套呢？左边这套是给叫做 Grace Stephanie 吧，然后她在里面的角色演的是 Jane Harlow。哦，都是女明星。你知道吗？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然后我看到这一套衣服，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凯特温斯，不是凯特布兰切特，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但是这一套真的非常的凯特布兰切特，而且你知道让我联想到哪一件事情，就是她不是帮灰姑娘也做了服装设计吗？然后凯特布兰切特不是演的是后妈嘛，她在接受那个采访的时候，就有人问他说你最喜欢或者说是你觉得这里面 top one 的衣服是哪一套，他说我其实都很喜欢，但是有一套我觉得对于剧情或者说对于角色塑造来说很重要的一套，就是凯特作为继母她第一次登场的时候有一套对黑黄两色的配色，然后她戴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帽子，对，然后有 curve， 那个帽子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曲度，对，然后他进门的那个侧影就是非常非常的，他说我们参考了特别多的，就是以前的那种服装杂志那种女明星的照片海报什么的。他说我当时是觉得我不想把凯特塑造成一个恶人或者说是反派角色，我只是想把她塑造成一个时尚方面非常非常讲究的一个在虚荣这方面非常对，但是很追求完美。对，他说我一直觉得就是在衣装上面非常讲究，或者说投入非常多，或者说穿着非常 sophisticated 的那种人，其实是最容易震慑到，就是登场的时候最容易震慑到别人。他说最 intimidating 的那种人，所以他说我没有想到要塑造恶人角色，我只是想要塑造这么一个角色。他就让凯特就穿了这，所以那个配色和就是这个身形，我一下子就想到凯特布兰切特。你其实已经讲到凯特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凯特，而且我觉得你其实已经又讲到了 Sandy 厉害之处。不然大家观众第一反应是说，我会提前有一个预设啊，这是一个邪恶的反派。但是服装设计师你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很通篇的大 logo 大大在他胸前写上 I'm bad guy 对不对？对，就是相反要塑造出我让你觉得你被 push 到了扑面而来的一种压制感，然后通过服装去设计，那就是一丝不苟完美，然后跟精致，一丝不苟讲究精致，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换言之，这才是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我会对你很命，因为我对我自己已经很命了。是的，就是我就是那种眼里容不得一颗沙子的那种人。对对，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在看他服装展的过程当中，那些演员也非常感谢他，因为演员只有穿上那件衣服，他才那一瞬间很容易帮助他入戏呀。他才能进入这个角色。对，他们其实在看剧本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好。然后在看导演分镜的时候，会大概知道说我在这个时候我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是表情。但是真正到了现场了之后，他们只有穿上衣服那一瞬间，他才会觉得这个角色，it's time，就是我来了。对，这个
确实就好像包括像那个模特，你只有穿上这个秀服的时候，你走上 T 台的这一刻，你才是一个真正的进入你的职业状态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打一个响指，然后他才进入状态，他才入戏了。对，所以你看，有些很多很著名的角色，你其实第一眼想到的未必是剧情，而是他穿了什么，比如莎士比尔，没错，乌玛瑟曼那套黄衣服，对吧？麦格教授也是同样是全黑的，然后有着小帽檐，然后斯内普，对对对，然后这种莫邓名布利多其妙的，他是半月形眼镜，然后尖帽子什么的。对，然后还有你看加勒比海盗，对吧？Jack Sparrow，对，这些全是服装设计，所以其实服装设计其实就是观众跟演员之间最直接的一个桥梁，就是非常直白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达。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讲凯特·布兰切特了，但是我还是想再回去我们讲一下艾米丽·勃朗特。艾米丽·勃朗特在那个《Young Victoria》里面是跟Sandy 第一次合作，然后在《玛丽波平》里面是第二次合作嘛。玛丽波平归来是2018年的迪士尼的电影，在时间线来讲的话，其实在这之前有一部电影是迪士尼的第一部真人电影，就是《灰姑娘》。Cinderella 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将会放到最后对讲，所以我们现在时间线先从2015年调到2018年来讲一下，为什么迪士尼在做完了2015年之后要去选择2018年的时候做《玛丽波平归来》？原因是因为1950年那一版的《玛丽波平》，它是华特迪士尼时期最辉煌的真人电影。也是第一部被提名为最佳电影的迪士尼电影，就是 Best Picture。它是第一部哦。而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当时达成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完美契合，就是真人跟手绘动画有一个经典的一个重叠。这才是为什么迪士尼会跑来做一部好像对于整个亚洲市场来说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玛丽波平归来》，但是对于在欧美来说的话，这部电影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玛丽波平这个形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入人心的一个形象，就甚至有一点点像 Nanny， 就是金牌保姆，对，金牌保姆，非常的家喻户晓。我对就是这套红蓝配色的这一套是有印象的。你现在看这一套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左边的2套跟右边4套完全分裂？对，其实这就是整部片子里面最有难度的地方。因为刚才我不是提到那个1950年的玛丽波平是当时的一个重大辉煌吗？原因就是因为它运用了真人跟经典手绘动画的一个融合。新的2018年的玛丽波平归来其实也还是考虑到了这样的一个戏份，就是说真人如何跟动画融合。然后Sandy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右边的这5套的衣服，2个成人3个小孩全部是白布，然后请画家过来画上去的。哦，怪不得有一种就是染色没有染彻底的那种感觉。没错，这才是这部电影里面服装最花巧思的地方。当时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想不到应该怎么办，然后Sandy就想了说，就是因为现在的动画技术是更流畅的。我放大看以后，就是他们的那个女性那2套，就是橘色和粉色那2套，其实蛮明显的，就是你能看得出她裙子上的勾线型其实是不太写实的，所以你能看得出它是平面的那个手绘图。而不是说是立体的。这个就是真的是 think out of box， 只有艺术家干得出来的事情。这个其实你让我联想到什么就是上海迪士尼他们有一个主题花车巡游，就是好像叫春日还是叫色彩。我的印象里面，他们所谓的这种皮套人物，他们会穿一种衣服，就是看起来也是这种平面的。然后你会觉得好像他们是衣服是平面，但其实人是立体，你就会感觉好像他们是从那个2次元跳出来变成3次元的那种人物一样。我感觉创意是差不多的那一种，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从这个上面借鉴。对，不好讲，可能我觉得迪士尼做了那么多年迪士尼乐园的实业吧，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方法，只不过这个运用到电影里面，它跟后期还要融合在一起，对，会是另外一种色彩上的一种色调上的一种考量。然后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梅丽尔·斯特里普有客串嘛，他特别神，因为 Sandy 你应该看了很多照片 ，Sandy 留着一个橙色的发型。然后他原本想要给梅丽尔·斯特里普是设计的比较类似神婆的那种状态，然后结果梅丽尔·斯特里普见到他第一句话说：“我想要你这颗橙色的发色。”因为他原本给梅丽尔·斯特里普设计的是光头啊。对，但是梅丽尔·斯特里普看到说：“哦，我觉得我那个角色疯疯癫癫的，我觉得你这个橙色的发色很好。”所以你知道吧？就他们这些状态，就为什么要开那么多次会？因为对方的确有说过，对我的角色是这样子理解的。对，他就直接说：“我想变成你嘛，就我想要你这个造型，对，我想要你这个颜色的发型，才符合我那个角色。”对，咖位足够大，什么都可以提。那肯定，那既然他都这样提了，那我肯定按照你的这个思路，我们去拓展呗。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最后的2部压轴电影了，我们距离悬案越来越近了。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在等着我们要怎么做 ending。你还记得悬案是什么吗？我很怕我们我观众当然已经忘记记得了。为什么这一次他的服装设计跟之前的同一双手出来的那个服装设计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的悬案，我们从2018年回到2015年，迪士尼第一部真人长篇动画《灰姑娘》。事实上，作为3D 来讲的话，在2015年，它其实做了2份工作，一份是大制作《灰姑娘》，这部电影的 budget 是90 million 9000万美元。与此同时，他在2015年做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卡罗尔，这是他和凯特·布兰切特第3次合作。这部电影的 budget 11.8 million，差不多1/9，对不对？对对，1/9的制作。他在这一年，他同时做2个项目，一个超大项目，一个小项目。哇，所以他在当年其实他跟凯特·布兰切特2个人同时合作2部作品，同一年，对，而且这2部作品都有提名。对，是不是再次震撼，又再次双提？所以我们先从卡罗尔开始讲起。卡罗尔的故事背景其实是发生在1952年冬天。确实是有一种50、60年代的感觉。哇，这个貂皮大衣感觉好有代表性啊！貂皮大衣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重点，真的，这个貂皮大衣信息量超级多。他当时给凯特·布兰切特这个角色设计的时候，他的确翻的是1950年代左右的 Vogue，去给他看当时的女性怎么穿。但是在这部剧里的其他角色，就是比如群演，他全部查看的则是1940年代的 Vogue。你有 get 这个点吗？你有 get 这种微妙的点吗？因为我不太知道故事背景，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什么立场去推测。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要突出就是为了突出主角嘛，对不对？凯特·布兰切特其实演的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有钱人家的太太。她作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太太，她的确可以在当下就买到了当季新上的新款的衣服。她有这个实力去赶时髦。没错没错，但是其他的背景人物，他们未必能赶上这个时髦，所以他在做服装设计过程当中，他也考虑到了主演跟其他群演当中，不仅仅是为了突出，因为突出有很多种突出的方式，比如颜色的突出、花纹的突出，然后材质的突出，但是他这里考虑的其实是风格的突出，就是其他人他参考的全是1940年代的风格。这个我觉得真的，如果说你不讲给我听，我真的不会意识到。哎，你再来看当下2个角色。左边的这个全是凯特的服装，然后右边的话则是鲁尼，这点就很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他们俩的角色，凯特的角色明显是更成熟一点的，然后对年龄上有差距，对年龄上有差，品味上有差，然后经济能力上有差。鲁尼的角色更学生一点，更初入社会一点。然后更工薪阶层一点，整个剧情当中，鲁尼的角色也是一个刚到纽约的一个小姑娘，然后怀着一个摄影梦，自从在百货商店跟凯特·布兰切特这个角色相遇了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坠入爱河，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鲁尼的衣服，尤其中间的这一套，其实你能看得出来，他的衣服没有很明显的一种色调上的鲜艳，你懂我意思吗？其实相对来说，色调还是比较中性一点的。对对对，其实大部分都是黑色或者灰色，一个文艺青年，然后另外一个感觉好像有着那么一点铜臭味。在中间这一套其实是很鲜明的。是的，是的，是的，一个是非常的学生气。就是那个款式，然后另外那个貂皮大衣，很明显2个人不是在同一个消费阶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是那个消费者在圣诞节的百货商店遇到了鲁尼这样一个戴着圣诞帽，因为有着圣诞宣传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他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是2个人穿的衣服。对，而最右边那一套了，你有没有发现鲁尼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开始有一点塑形，有一点小夹克？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他已经进入了《纽约时报》，然后拿到了自己薪水 paycheck 以后，他立即给自己买了新衣服。他的品味也逐渐的开始纽约化。对对对，小裙子套装，这一看就是跟其他几套，包括就是他们俩这一次其实款式都是上下2件式的。没错没错，其实已经有点接近，只不过凯特那条更加就是收身，然后是有点像铅笔裙，然后他的是那种有点像，是不是当年那种迪奥带出来的这种就是喇叭裙的这种款式，然后收腰。丹蒂其实当时没有考虑到迪奥，大趋势是迪奥，但是他其实在选的过程中，他还是有意识的稍微回避了一点迪奥，不然太鲜明了。然后呢，你再看右边这一套，有没有发现很明显的是2个角色，他最后都戴上了手套？对，而且是一样的颜色吗？对，类似的皮质手套，这代表什么？对对对，很像。纽约很冷，对不对？你只有有钱了，你其实才有那个经济能力去买手套，要不然你就插在兜里面。
对对对对对，而凯特·布兰切特的角色从一出场他就戴着皮手套，所以这其实也预示着鲁尼这个角色不仅仅是就是性格上打扮上，比如他的衣服变成了套装，他在经济能力上他也彻彻底底的靠近了凯特的这个角色，就是他终于买得起手套。对，这个真的角色的这个成长弧线真的是，你只要看他穿的服装，非常明显的有这么一个发展。整部片子的手套全是3D 他们团队亲自手工制作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市面上复古市场里都找不到了保存良好的手套，所以这一点又再次显现了他们团队和他从创意到制作能力真的一流。而且是不是因为越是社会地位高，越是经济能力强的人，可能你的衣服也好，配饰也好，就越是可能是量身定做的。所以如果说他那个手套太不合手的话，反而会暴露说啊，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富贵。我觉得凯特的那一双手套相对来说好像就更加的服帖，或者说更加的精致一点。对对对对对，刚刚不是提到嘛，整部电影才是大概11个 million，也就是1100万美元左右。然后你也看到了凯特的那件貂皮大衣。我其实第一反应还是让我想到，就是《Friends》里面有一集非常有意思的剧情，就是 Phoebe 从她的妈妈那边继承了一件貂皮大衣，但是 Phoebe 她本人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一个环境保护者、动物保护者、素食者，反正就是她就是这一类的人。然后她接到这件貂皮大衣以后，她非常的反感。那一集就是围绕着这个貂皮大衣的剧情展开的。这一件就马上让我想到，感觉是不是所有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貂皮大衣的式样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一种富贵外露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我跟你讲，这件貂皮大衣其实它是坏的。你是说就是剧情里面就是坏的吗？不是，这件貂皮大衣它看上去非常的 fancy，非常的富贵，对不对？但这件貂皮大衣在片场随时随刻都有可能要碎掉的大衣，真的是 physically 字面意义的碎掉。它是什么 vintage 的吗？它是真正的古着吗？的确，3D 在找大衣的时候都是在复古市场从古着开始找。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凯特的这件大衣其实它是有2件的，一件深色。一件浅色，但是最后呢，权衡来权衡去，整个角色好像跟浅色那件更搭，但浅色那件已经非常的破破烂烂，就变成了最后拿这些浅色的布碎片，然后重新做了一件大衣。那怎么统一呢？这就是他们裁缝的能力啊。然后呢，这件大衣在拍的过程当中就穿在凯特身上嘛，一到休息的时候，这件大衣就得立即拿下来。然后 Sandy 和他的团队当下就在片场在那缝缝补补，又把它给缝补好。因为甚至他们在拍的过程当中，只要稍微风大一点，这件衣服就可能就会碎掉，就真的是 physically 的碎掉。那么夸张的吗？我有点好奇，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作为一个有钱人，我穿的衣服上海话有擦夸了型，就是怎么说崭新的。可能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为了撑场面才突然买了这件衣服吗？那肯定就是，如果说他这件衣服稍微有一点点穿着的痕迹的话，反而是让人家觉得，他是真正拥有这件衣服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他们要不做一件，然后稍微采取一点做旧的一些技术上去，而是一定要坚持就是买那种真正的古着去完成这个造型呢？其实还是回到布料的原因，你现在可能找不到1950几年那个时候的质地跟布料，现在你也没有办法再去随随便便就为一部电影说，我要杀只动物，然后我要搞一个皮草。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他们其实找到了2件，一件深色，一件浅色，但是到最后跟角色贴合的还是浅色的那件，那最后就变成了整个服装设计团队为了拍摄顺利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做好这个后勤。这件事情听上去有一点好像很辛苦，但无形之中又帮角色塑造给了一个很大的助力。原因是因为这件大衣随时看上去都有点要松松垮垮要碎掉的感觉，跟凯特这个表面看上去很风光的富家太太，但是其实内心有很多的不得已跟压抑跟哀伤是完全贴合的。其实就是他的那个衣服的状态，如果说你仔细去看的话，会有一种可能是对角色他背后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的了解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淡淡的悲悯或者淡淡的悲哀在里面。我觉得对我们的观众，如果你看过卡罗尔之后，你一定会对这件皮草大衣有着很深的印象，而这个很深的印象或许并不是出于它的精致，相反是源于它的有一种松垮，再加上凯特·布兰切特从头到尾的有一种很奇怪的哀伤，就是因为2者完完全全很好的结合到了一起。就是其实他一直可能是一种烦闷，或者说是把自己就是真正的自己隐藏起来，对的一种无奈。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这套衣服放在最前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俩第一次相遇，
而是这件衣服彻底代表了凯特·布兰切特这个角色在当下的那个精神状态。你看其他的，他是穿西服，其实越穿越精神了。对哦，就是反而是这个貂皮大衣，它掩盖了他自己真正的身形，或者说掩盖了他自己真正的曲线，倒像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压力感，因为皮草大衣一定很厚重，对不对？对，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感觉，所以好有意思啊！这种讨论真的是越说越有，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到了我们凯特·布兰切特和Sandy在2015年合作的另外一部电影，也是我带着最大的疑问，并且你也有疑问的电影。我们来讨论一下，压轴讨论。迪士尼在2015年开创了它的真人经典电影的第一部，对吧？翻拍，对。这部电影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当时可能看到有一个帖子，就是讨论Cinderella 那一条裙子的情况。这条裙子呢，最早 Sandy 的考虑就是说他在考虑故事背景，这个就是他跟 Production Director 他们在商量的时候，还有包括跟导演商量的时候，到底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时代，最后定成了19世纪。所以光是这一点的话，整个大的服饰其实风格就定下来了。这条裙子的出场是发生在那个 Cinderella 要去参加舞会，对不对？舞会当时有400多个演员，那么400多个人其实都是需要服装设计的。那么Sandy跟他们的团队在考虑到说这是一个隆重的盛大的舞会的同时，你不可能只凸显 Cinderella 那条蓝裙子，因为来的都像是各国使节或者说是八方来者，这种盛大情况，很多公主都是来，对，其他群演的衣服也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所以首先我们得到一个数字，400套不同风格、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设计的群演的衣服，并且都非常的精致。接下来我们有第二个数字，就是加上 Cinderella 的一条裙子，你是不是觉得只有401？其实不是，是408。我知道这个，我也有看到。对，这个事情其实我没想到的，就是他们为了整部拍摄，竟然这条裙子给它设计了8个款式。有一些是稍微短一点版本。对，他说是为了方便他拍，就是那经典嘛，就是他是怎么掉鞋子的，就是因为跑了，然后他说为了他方便跑。这个就是电影行业了，电影行业不仅仅考虑说我设计了好的作品，我最终是为了电影拍好嘛。所以我得考虑演员在不同情况之下，为了配合其他的一些拍摄方法，我得做出不同的版本。所以它的确有，就你刚说的，它有稍微短一点的，方便 Lily James 提的时候跑。然后它也有那种中间穿线的，就比如整个裙子它的摇摆，甚至它有可能有一些你做后期的时候，它得飞起来吧。你有知道吗？就是每条裙子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做？他说这条裙子花了500个小时，我记得。没错，这条裙子花了500个小时，然后是20个人一起做。然后你在想，现在是8个版本，总共花了4000个小时。这部片子这条裙子一出来真的是无敌了，而且对于很多小女孩来说，她们从小听灰姑娘这个故事听到大，然后可能也看过迪士尼原来的那个动画片的版本，这又是她第一部真人翻拍，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全世界的眼光或者全世界的注意力都会在这一条裙子上面，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举世瞩目的一条裙子。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了400一个数字，8一个数字，然后4000一个数字。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数字，这条裙子总共花了111000颗施华洛世奇的钻。而且其实我觉得你甚至都看不出它那个上面镶了钻。对，它可能只是为了体现出它的那个闪布灵布灵的那个程度。他还有一个采访，他就是说我让他们把这个设计给我看，然后把所有的那个衣服所有人的布料都给到我看，我才能知道说我大概要就是可能是一个配色或者说一个风格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刚才跟我说有400个人，我还是觉得这个规模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因为我感觉电影里面可能都没有说一下子有拍出400个人，包括各位公主们，然后以及他们的舞伴，然后同时还有士兵。那对，合理，就是不仅仅是嘉宾，她裙子里面有没有加灯泡啊？我印象里面总记得她这个裙子是亮亮的。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数字了。其实在整部电影当中，施华洛世奇总共赞助了，就是跟迪士尼合作，总共赞助了170万颗水晶，其中还有那个神仙教母的，甚至凯特·布兰切特那身都有。然后
神仙教母那个就有装灯泡。哦，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是因为好像那一年还是之后有一年的那个 Met Gala，好像也有一条裙子，他们刚出来那个路透以后，所有人都最喜欢这条裙子，就是好像也是装了灯泡，好像是不是灵感就是从神仙教母那条裙子过来的？神仙教母那条裙子也蛮好看的，我也很喜欢。就是有一些特写镜头你能看到，当他给 Cinderella 变了裙子之后，Cinderella 头发上也有一些碎钻，然后神仙教母也有。所以其实神仙教母类似于把我现在身上穿的这条，然后变了一条类似对对对，给了 Cinderella，所以他俩其实是同一款。这个裙摆真的是，我刚埋了一个秘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你现在看这个裙摆，它这个礼服的顶层是丝绸的嘛？就是最外面那一层，表层，对，表层是那个丝绸的，是一种非常轻的细丝。然后呢，它下面几层呢，则用了一种叫做 Umissima 的一种材质。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轻，然后并且非常昂贵的材料，抛到空中它是可以飘起来的。是化学材质吗 ？Umissima 这个名字听上去很生僻哦。但是呢，它基本上是现在所有高定都会用的材料，因为它非常的轻，然后非常的柔软。所以你知道那个品牌吗？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礼服品牌 Ella Sub。我知道，用的是这个材质。有一位现在已经没有出场的一位女星，她在那个巴黎时装周经常穿他们家的衣服。哎，对对对，然后香奈儿跟迪奥，然后还有那个 Valentino， 他们都会用这种材质。光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然后加上这个材质，这条裙子就已经价值你知道连城了。可以想象，它这个水晶鞋其实也是跟施华洛世奇合作的。不会真的是水晶吧？其实我作为一个也不算是童话爱好者吧，但是灰姑娘的故事，你说谁小时候没看过，谁小时候不感兴趣？就是水晶鞋其实跟这条裙子对我来说都是一样重要的，就是它是怎么在做工上面完成这个水晶鞋，其实我也很好奇。他就是找施华洛世奇，然后因为施华洛世奇他们家做的是人造水晶嘛，拿实心的，然后照着模型，然后把它凿成那个空心的，足够的切割。但他跑起来的时候，肯定穿的就不是水晶做的鞋吧？肯定就是找到了滑点。没错。所以Sandy他们在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做了跟这双水晶鞋同样高度的很多的皮鞋让 Lily 在跑。所以这双鞋本质上来说，它既算是服装设计，但是它也算是一个道具。我给你看真鞋本鞋，哇，真鞋本鞋，哇，这个好好看啊，真的好好看。真鞋本鞋他们也做了好几个版本，4、5个版本。原因是因为掉的时候，就是 Lily James 那 Cinderella 她不是要剪嘛，然后王子也要剪嘛，他们还做了易碎版本，就是后母凯特布兰切特把那个另外一只给砸掉嘛。脆了。对了，所以的话他们也做了易碎版本，都是不一样的道具，不一样功能的道具。可能我们对于电影的了解都太表面化。电影对于整个欧美圈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工业项目，它是一个 industry，你其实不能单独的把它理解成一个娱乐的东西，它只是一个拍出来供大家欢乐的一个东西。其实因为在它的背面，你会看不到有很多很多的真正的就是 master 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在这个作品的背后做了些什么。对，而且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是电影它确确实实是工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不是最近几年国片有几部出圈的，其实背后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或者说感动震撼到大家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原来电影可以是这么工业化的，或者说电影的工业化是可以对电影的质量提升有这么大帮助。就你刚才一说这个工业，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就是造梦工厂。就是我觉得其实没错，虽然说电影现在是一个全球流通的东西，但是真正的造梦工厂的这个中心，它其实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好莱坞。没错。其实这里还漏讲一个了。施华洛世奇在整个 Cinderella 的这部电影里边，除了支援了水晶鞋之外，整个晚会上各个公主他们全部戴的首饰全是施华洛世奇租借的。合理耶。就是像这样的电影，可能就是你一定要有那种设计上很弹眼落睛的，但是其实成本上面又没有那么的名贵的珠宝。甚至那个我们刚才聊过的 Young Victoria， 因为也是Sandy 做的服装设计，它里面的珠宝也是施华洛世奇的。跟他们合作。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悬案了。悬案就是迪士尼对这条裙子做了很奇怪的事情。你现在看 Cinderella 这条裙子，你觉得它的颜色是什么样的颜色？就以你一个画画的人的 sense。其实，在电影里面那条裙子是很蓝很蓝的，但是在照片里面的话，这个就是接近非常非常淡的天蓝。但是我记得电影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湖蓝，或者说是艳的那种亮蓝色。没错，所以接下来的疑问就是为什么
电影跟实物差那么大。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嗯，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啊，我们仅当猜测，就是迪士尼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彻底把这条裙子的美感给毁掉了。因为如果你现在看这条裙子的照片上，你其实能看出它其实是一种冰蓝色，它这个冰蓝色甚至有一点接近于 Frozen 第2部 Elsa 她穿的那套颜色，但是迪士尼却把它做了一个非常严重蓝光的一个渲染。那说到蓝光渲染，我们前2天不是聊封神的时候也提到吗？当你想做一个蓝色的过程当中，你到最后其实可能未必做得出来，或者说你会莫名其妙的因为一些原因，最后你放弃了那个冰蓝色的质感。而且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动画片版本的蓝色要更接近实物裙子的那个颜色，就是更淡一些，而不是像真人版电影里面那么实心的蓝，就是这个蓝就是其实是比较空灵一点的那种蓝。也就是说3D 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想要 classical 最古典的，然后最经典的那种感觉去靠拢，但是后期的过程当中全部都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蓝色渲染。到后来还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我甚至怀疑整件事情其实3D 有可能，当然只是我猜测，3D 可能有觉得说这样子其实破坏了整个服装设计的一些原因是什么呢？时尚杂志不是有4大刊吗？时尚就 Vogue， 然后庄园 Elle，然后那个芭莎 Marie Claire 家人。电影是2015年3月19日上映的，然后在2014年11月19日的时候最早披露了预告片。4大当中只有 Vogue 拿到了当时的一个定妆照，然后外加采访，很好看。但是那篇文章看不到了，被隐藏了，只有这张照片存在。你看这个颜色如果真的拍到电影里边超好看，对不对？非常有层次，不仅仅是那种冰蓝色，然后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小五彩斑斓的蓝。对，五彩斑斓就是它是有一种珠光色彩在里面，这种对。当然或许是因为那个施华洛世奇的反光，但是你光看材质的话，你是能看出有点淡淡的紫色，对不对？是的，对，就是它那个紫色特别好看，它有一点白，然后有一点冰蓝，然后又有一点紫。然后这篇文章现在完全找不到了，你只能看到这张照片，它是跟预告片同一时间发布的。是不是迪士尼的后期出现了什么失误？有可能，或许我是这么猜的。影片我刚不说嘛，3月13日上映的，在当天庄院有发一篇文章，然后有进行采访 Sandy Powell， 家人是大概在了1-2周之后再次做一次采访。芭莎是最晚的，芭莎是到2016年了，就是到奥斯卡他提名了，他在战前预热的时候把这条裙子再做了一次访谈。但是问题就现在全网在后面的几期，就是预告片出来了之后，全是那个丑了吧唧的蓝，就是再也没有这个版本的颜色了，没有了，全网现在只有当天预告片发出 Vogue 的这个颜色。是谁怎么说大手一挥做了这么失败的一件事情？尤其像我现在这种真人见过这条裙子的人，我为什么对 Cinderella 那部电影没有太感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蓝真的有刺眼到我，跟在电影院看殷郊一样，有刺激到，太鲜了，有点太鲜了。而我去看展的过程当中，它就在那个角落，我觉得那个蓝色跟现在 Vogue 这张照片的这种感觉，真的就是那么的有点距离感，但是你会觉得它好轻盈。它好像真的就是一种魔法感出来的。我有一个猜测，是不是它裙子本身流出来的这个反色，或者说是这个光彩啊，跟现场布景的那个灯光是不是冲突了？就是最后它拍出来的那个效果是不好看的，所以他们就干脆就把这个颜色，他们就不想努力的去还原它的色彩了，而是直接就改成另外一种色彩了。不排除，但是问题我认为作为3D 一个这样子资深的服装设计师，并且在他之前他已经有那么多更加出挑的更加出众的服装设计的时候，他是不可能说我大笔一挥，我既不跟不跟灯光师商量，然后不跟摄影师商量，然后不跟布景师商量，然后我就想当然的去来设计了。而且你记不记得你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滑点，你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其实更接近的是神仙教母的那个颜色？对，神仙教母其实就是白带一点珠光的那种绸缎的那种感觉。没错，所以我刚提出说，其实神仙教母她就穿着这样一套衣服啊，她的那个闪烁的闪光的，她当然一脉相承把这个审美给到了 Cinderella 这条裙子上呢。现在就不清楚后期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谁的审美突然觉得说我就是为了故意要强调 Cinderella。 因为到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迪士尼自己在产品营销的过程当中，1950年版的那个 Cinderella 的确是偏白色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回忆一下，你去看迪士尼的货架上，很多 Cinderella 全是偏蓝色的。对，我刚才也有点好奇，就是说，因为它后期肯定会出，比如说芭比娃娃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们在后期这个芭比娃娃出来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对，他们基本上其实把现在的 Cinderella 都是更靠蓝色。哦，这个很有意思哦，就是难道他是为了？我们这个会不会被发律师信啊？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啊，我们就猜啊。你要卖产品，我也觉得很合理啊。比如说你现在所有的公主系列，你都希望每个公主有一个自己的 iconic 的这种颜色，或者说是服装。当我察觉到了 Vogue 那篇文章为什么现在看不到内容，只能看到照片，而且这是时尚杂志哦，它不是电影杂志。如果大家去看的话，电影杂志《名利场》、《好莱坞日报》有很多采访，但是这是时尚杂志，时尚杂志在意的就是 taste， 就是你在意你这个品味，还有你的这个服装做工的问题。只有 Vogue 留下了这张照片，然后接下来的所有的庄院、佳人、芭莎全部用的都是蓝色的那一款。这就是我说的灰姑娘最大的悬案。确实，因为说老实话，如果我脑子里面想到电影的话，确实就是那条相对来说比较深、比较鲜艳的那个颜色。但是你跟我说，如果说这条裙子作为实物在展出的话，我的印象其实应该是更加接近这个颜色，就是冰蓝色。对。但是我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我只是觉得哦，可能就是他们的滤镜导致的这个问题。但是你刚才跟我说，他们 Vogue 的这篇文章、这篇报道没有了，那我就觉得。可能是真的是有点失误吗？还是什么？所以接下来白雪公主是3D 跟迪士尼的第3次合作。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个人认为迪士尼继续选择跟3D 合作，应该是对3D 非常满意的。好，接下来就是我的恶性揣测啊。邪恶皇后的这套衣服非常符合她的手稿风格，对不对？而且你看到没有，它的黑色当中还带着灰跟银跟反光，也就代表皇后这套衣服到时候一定也会有一个色彩上的一种层次感的一个展现。一旦灯光打上去，而且它这个材质肯定是要特殊的材质才能体现出来的。他有提到，就是我刚才说，他觉得服装上面他并不想把它塑造成反派人物嘛，他只想把它塑造成一个对于穿着、对于时尚非常讲究、一丝不苟的一个人物。就是说，这种人物反而会给人一种特别让人有敬畏之心的那一种。我觉得你刚才讲皇后有一个地方讲的特别对，就是这套衣服其实给人的感觉是皇后是有一点铁石心肠的。因为它的确有一些像加了金属的感觉，而且就是感觉是那条裙子它显示出了很多切割面，就是一种是金属，一种是钻石，就不管怎么样来说，都是显示出了这个女人她对于美貌和对于虚荣的一种追求。但是她跟后母就 Cinderella 后母那件有点不太一样，这套其实更有一点就 hardcore 更坚硬，然后她的指甲非常长，就更 evil 了，更 wicked。所以就证明了可能。这也凸显出他更像是一个有魔法、有魔力的，而后母其实他始终还是个人类常人。那我就有点好奇，就是好像预告片里面并没有把这一面展示出来，我不确定，因为可能那个镜头打光也没有打得特别的亮，而且你看他的王冠也是，就是仿佛是那种彩色玻璃，就是教堂的那种彩色玻璃一样，有那么多的颜色，对，琉璃的那种感觉。所以以你的观察，在看完皇后的这一幅草图，你再来看白雪公主这幅草图，我一个门外汉，我觉得这不太像是同一个人画的。首先她的那个模特的那个身材就完全不对一样了。画风不一样啊！3D 的所有的模特草图人物全是瘦高型的，甚至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早年 Vogue 的那种站姿。对，就是，服装设计师肯定都是这种风格啊，因为模特的身材都是接近这种身材啊。那这张草图是怎么回事呢？按理来说，这个应该是这部片的绝对主角，不管王后的存在感有多大。那为什么反而是这条裙子看起来像是助手或者说是实习生画的呢？而且其实我找到了最早PO出来的这个 ins。3D 是有去点赞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路透图。路透图的颜色，它这个蓝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们瓷器的那种景泰蓝吗？对，景泰蓝，甚至有一点像那种翠鸟蓝。但是现在出来的那个样片成片。颜色上面完全就变掉了，又变成了更深的蓝色。这张路透就是被很多人已经诟病过了，就蛮早就流出了，然后很多人都在诟病它的这个造型。然后我现在放大一看，其实它是有暗纹的，就说明多多少少还是放了心思在里面。那既然如果你放了心思，你为什么不在款式的设计上面再
精益求精一点呢？所以你知道这里有3个像是很奇怪的差异。首先是王后的草图跟白雪公主的草图差异，然后是白雪公主草图跟真人上身的一个差异。这张路透图到最后的预告片，现在的成片出来的色调还有一个小差异。如果说真的是3D 的失手，那么大的一个制作，怎么可能说到最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3D 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然后逐渐品味开始下降，过去当中他也还在做着很多的作品啊，品味这种东西是不可能突然改变的，对不对？我不相信，因为他应该有40年左右的职业生涯了吧？我不觉得他会突然在这边滑坡。对，我也不相信。所以我们只能讲，或许所有的电影制作到最后端给观众的成片当中，中间跳过了很多东西，就像我们当时讨论封神一样。但是又会有很多中间商。对，又有很多中间商。对，但是真正的大师，艺术级的大师，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只能讲他控制不了。就像我们回到最初讲的，电影它是一个工业，你所有人在这当中只能作为其中的一环。对，不是所有人都有话语权，甚至幕后人员他的话语权没有那么高。是有一点点遗憾，其实我觉得。但是我这边想补充一下，你刚才给我看的那个设计稿，我觉得特别怪异的一点是什么？这个可能甚至都不是阴谋论，就是你看他甚至连模特的这个肤色都已经是跟主演的肤色是一样，就肯定就是他已经定下来了以后他才画的这个。那皇后的那个其实不是扎尔加朵，我觉得因为对啊，皇后那个你根本就看不出是加朵啊。被你这样说了以后，我真的要去看看电影里面最后到底怎么样，是什么让她要穿这样的一条裙子。